次的这种盛况，都是一种鼓励，给了我们一个叫做我们也不会输给别人的一种志气。OK， 各位一起喊啊！1、2、3，水草山丘唱。我刚才一出来说，这么多人啊！还有楼上的朋友，对不对？楼上的朋友。对，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感谢。摇呀摇，摇到外婆桥，古老的故事，新鲜的味道。这些一张张的脸孔，他们不是歌迷，他们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歌跟他们能够起着共鸣。摇呀摇。我们站在那个舞台上面一看，下面全是人，2楼、3楼、4楼、5楼包得满满的。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我们唱的每一首歌曲，都得到他们满满的掌声，那个太嗨了。然后书城也慢慢的变成了所有的新谣的唱片发布会的一个现场，它变成一种文化现场了。现在大家看到这个露天的广场呢，就是当年新谣时期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几乎所有的从1984年到80年代末期的新谣专辑发片呢，都要来这边办这个发布会。我们的舞台侧面呢，当年这里呢就是一个很大的卖 CD 和卖卡带的地方，所以当时呢，我们在这里办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在这里买最新出版的专辑，然后呢旁边就可以给这些新谣歌手们签名。我觉得一个分水岭呢，应该就是1983年6月6号的第一场新谣演唱会，叫《沙漠足迹》吧。那个时候是在新加坡大会堂举办的。新谣其实就第一个从校园呢就跨到社会上了，它是第一场公开售票的演唱会。当时我们这些在校园里面玩新谣的这些小朋友们呢，我们都面临到了一个需要当兵的阶段。就这场演唱会完之后呢，就到此为止了。可是没有想到那场演唱会呢，就反应很好，反正在很短时间就把票卖光了嘛。不再是一望沙漠一片。沙漠足迹，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主要是以新加坡是一个音乐文化的沙漠，所以需要一批人去为这个沙漠灌溉，使它成为绿洲。第一场沙漠足迹演唱会结束了之后呢，我们开始在筹划我们的第一张所谓的自创歌曲合集的时候呢，这个合集也是历经千辛万苦啊。然后后来是张帆老师自己私人呢，就是拿了一些钱付了乐手费，然后录音室的费用也没有支付，后来拖欠到录音室倒闭。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认识了许环良、启贤，他们这批创作人，包括文福。我记得环良写了一首歌叫《东东的故事》，这首歌就有一些对整个时政的一些对教育问题的一些反思，我就觉得很欣喜。这一天花园里可真热闹，蝴蝶和毛虫聚一堂，原来是舞蹈表演晚会，东东是晚会上嘉宾。当时召集他们要把他们的作品做明天21的专辑的这些作品，很可能就是未来我们的孩子要学中文的时候，需要通过这些中文创作来学习中文。我当时就跟他们说，你们所做的这事情会是一个运动。东东高兴地声声赞好，这就是舞蹈。这个账面就叫明天21，我们这群人都还没有到21岁。
我们明天就21了，我们可以做一张能够纪念我们的青春岁月的一首歌，一个专辑，那是一件很美丽的一件事情啦，能够把自己的歌留下来。我们当时也没有考虑到销售成绩。多少片旅游业被吞噬，沙啦啦啦啦，沙啦啦啦，多少鲜花又盛开。黄良就告诉我说，他们正在筹备一张专辑，能够参加一张专辑的编曲是我梦寐以求的，所以我当时也不知天高地厚，就这样接受了这份任务。东东还是老毛种。明天21日，市场反应太好了哈，真的超出我们所想象的，好像卖出2万多张吧，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都很惊讶，说，哎，我们的歌是有人要听的，我们就要开始想到说，我们要不要全时间投入？那个时候有5个人嘛，就是我、黄良、袁成、嘉强跟启贤，我们就说好，我们要做能够 touch 感动人的音乐，那才会有第2张。曾有这样的一个女孩，我们就跟当时的动力机构呢就合作了。第2张专辑叫做《海蝶逐日》，还有第3张专辑《星空下》。那个时候我们在台湾校园歌曲里面还有一首潘安邦演唱过的歌，叫做年轻人的心声。它里面有一句是说蝴蝶嘛，蝴蝶长大了要飞嘛。可是这群蝴蝶呢，它不甘于待在这个花园里面，它们需要飞越大海去追逐他们的理想，追逐太阳。所以我们就叫做海蝶逐日。当时这个创意是这么来的。万里长空下，孕育着万物的滋长，只缺乏那和平花朵的芬芳。40多年前吧，就是冷战的时代背景吧，战争不断，我就创作一首跟和平有关系的歌曲《和平的呼唤》，收录在这个《海蝶逐日》的这个专辑里面。希望和平的阳光能驱走那好战的思想。那是在书城演出的时候，其实刚好天空是慢慢的在飘着细雨，台下的那些歌迷们都把雨伞交上来，然后我们就拿着歌迷的雨伞在上面唱歌，这个情景真的是非常的温馨，我们记忆深刻。情深留意，铭记在心里，欢乐是否显眼的朋友。亚运其实是在1978年成立的，是因为要参加学校的歌唱比赛。其实，在那个比赛的时候，我们已经唱了半首的创作。因为我们唱那个《成功属于你》，我们的词是自己填上去的。幸运的拿到了小组的冠军，从此以后我们在校园里就常常有演出的机会。让我们相隔千里，关山却不断我们友谊。再见，我的朋友，我望船来遥遥归期。在那个时期，其实就是刘家昌的歌曲了，还有台湾的校园民谣了，所以我们听的、唱的，也就是那个时代的歌曲。比如说台湾的有大海边、微风往事、如果还有偶然，这些都是我们乡间小路，都是我们很爱唱的歌。阿美阿美，对。阿美阿美只是扮假装，我急得快发狂。今天你要老实讲，我是否有希望？台湾校园民歌对新马的创作肯定有它一定的影响力，那种推广，它的整个商业化的这个运营是无孔不入的。除了校园民歌，当然台湾的流行歌曲，港台的流行歌曲早已经深入民心了。
在南大校园的时候呢，应该是70年到73年了。那个时候基本上还是听台湾的流行歌曲比较多。1977、78年的时候，我当时主催了一系列的这个有关诗歌创作的这个座谈会，主要在南大念书的同学呢，就是潘振雷啦、陈来水啦、陈光裕啊这些人。因为彼此有交往之后，他们就告诉我，南大诗社要办那个诗展，就是希望通过歌曲啦、绘画、书法、摄影等等方式啦，把诗啊做第2次的这个呈现。我小时候因为是特别对一些古诗词有兴趣，那大学的时候是因为上了历史课，我的好朋友好同学潘振雷，他是一名本地诗人嘛，然后他写了一首诗叫做《故事》。你是一颗透落的星，接浪自天际，把它谱成的曲子，这算是我们诗乐的第1首作品。那个时候第1场这个诗乐的演唱会是在南大的文学院礼堂，那时候几乎都是坐满了人，因为是由这个南大诗社所主办的，而郑雷就是诗社的会长，我是正好是作为音乐学会的会长，就很大胆的在文学院里头办了这样的一场音乐会。南大之后，我们其实有办了一场2月草绿，还有一场是4月风。4月风的时候，我们是请了台湾的校园民歌的一些代表，比如说吴楚楚先生，还有请了杨祖君他们都唱了我们的诗乐，他们也唱了台湾的这个校园民谣。严格来说，当时我们去听4月风的诗乐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更喜欢台湾校园民歌或者是美国民谣之类的风格多一点啊。我们就说，哎呀，我们可能跟他们不同辈吧，不同代嘛，我们可能要唱出我们自己的东西。诗乐跟新谣到底有没有关系？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讲不清楚了。像国初搞这个自创歌曲的时候，许环良这些人都参与啊，来协助、来帮忙修改这个乐谱、做和弦。2月草绿演出完了之后，我们成立了一个文协会，就叫阿艺女文艺创作与翻译协会。那么这个协会就喊了一句口号，就是文学的多元化。那所以就继续办诗乐了。文协会一开始我们就办2个大活动，一个就是诗乐风，一个就是面对我们的文学史。看那种种流水带走点点迷蒙的回忆。我记得当时80年底吧，学年结束之前，我把他们几个国初中文学会的负责人叫来，我带了诗乐的这些资料啊，我说是不是也可以在国初呢做一些尝试啊？在我们的想法里头啊，叫国初的同学去创作歌曲了，我觉得已经不是很纯粹的诗乐了，写你们自己的东西，唱你自己的歌，所以叫自创歌曲嘛，没有用诗乐这2个字。国初在82年的时候有一场自创歌曲发表会吧，然后我们就被邀请去表演，然后就遇到了我的中学同学呢严黎明，然后说哦，原来他也在搞创作。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追潮，觉得哎呀，创作好像有点 fashion 啊，所以我们就开始也慢慢创作了。还是伟大的希望。严格来说呢，应该是经过了《明天21》、《海蝶逐日》和《星空下》这3张专辑的这个奠定呢，到了1985年呢，大家就开始慢慢的接受，原来他们叫我们新谣。从一开始，新谣呢，它就不是一个风格的定义，它只是代表着一群年轻人创作的音乐。而这个过程呢，我们从校园走到了这个舞台前面，走到了电视的屏幕前面。
夜半的旅店里，我不喜欢独自的等待。我当时的生活几乎是靠缤纷83给撑起来的。上一次缤纷8352块多吧，扣了税。我有时候1个礼拜上2次，1个月可以最高纪录我上过7、8次吧。啊，我的曝光率很高啊，因为那时候我真的挺可爱的。我们是现场演唱的，不是对嘴的。怎么配合导播需要的镜头，还有怎么打扮自己，虽然很土啊，也从土开始如何打扮自己。我觉得那是一场很好的训练的过程，很多的友情，很多的帮助，很多的乐趣在里面。那个时候，那些新谣学生呢，就刚刚起来，那时间也刚刚好，就是明天21也出了，然后我就顺其自然就请他们来上节目。那个时代有 MTV Music Video、MTV Channel B， 刚刚就是开始西方吹过来的一个影响，缤纷，比如星期三每天那个 live program 之后。如果有一首好听的歌，算是本地的创作的歌曲，我觉得我喜欢，我就会去拍。那时候我跟严立明已经在一些晚上的 lounge 演唱，在赚生活费，就在那些场合认识了一个好朋友叫做 Richard。那么我们说，我就说我要出来找个地方住，1人付1半房租，那么就找到了 Jurong Gertrude 这间房子。那后来陈嘉明当兵退役，那出来了，就自然而然就跑到我这来，那就住下来了。后来黎飞辉也常常出现了，然后罗纯志，后来来了一个人叫邢真华。邢真华是谁带来呢？是彭秀梅带来的。本年度最佳作词人奖，邢真华。恭喜邢真华！这么多年来最成功的那首歌曲，应该就是《你是我的唯一》了。埋怨和回忆，虽然你是我的最初，虽然你是我的最终，虽然你是我的唯一。何必孤独？再一次恋爱那一段日子，太阳眼镜，唱不完的爱情，几10首歌。几乎就是我们4个人写出来的。虽然启贤跟飞辉跟嘉明他们之前已经有一些创作，但是真正的那么频密的跟有系统的去写歌，应该是那个时候开始。启贤后来我们经常也能够听到他在演唱会里面必然要提起布叶城。布叶城这个名字，开始是没有这个名字的，是后来住着，他们就说：“哎呀，这个地方就是个布叶城了。”因为晚上我们都不睡觉，我们这票人晚上都是弹吉他、唱歌、吃东西、胡说八道。布叶城算是我们在那个阶段写歌的一个最集中的一个地方。年轻的心是在布叶城写的。然后后来邢真华来了，然后有一天他突然间，他拿出一首歌词，就是《再一次恋爱》。飞辉一看，他就抢，他说这个我要，然后飞辉就写了《再一次恋爱》，然后我还记得有一天，嘉明写了一首词《何必孤独》，就丢在地上，我就在地上看到这份歌词《何必孤独》，我一看，哎呦好货，我这吉他拿起来，我就把这首歌写完了。何必孤独，何必孤独，未来的喜怒对于谁倾诉？何必孤独，何必孤独，以后的日子与谁同路？除了我跟 Richard， 因为 Richard 当然他是有收入的，那我呢就是东唱唱西唱唱，有一些收入支撑的生活。然后除此之外，其他进来的都是平民，都几乎没有钱了。为什么后来飞辉写啤酒周围的故事？就是我们不管谁身上有点钱，我们是一个只有今天没有明天的人。有钱喝酒就喝酒，有钱吃饭就吃饭，就在这种情况底下，滋养了我们这一群人。所以那个时候，几乎呼吸之间都是创作。虽然我们现在都没有住在那个房子，我们都走了，那我相信我们的音乐还是在那个空间里面飘来飘去。
静静地回想当时发生在啤酒周围的故事。我觉得那是一种友谊、文艺的氛围、创作的热情底下，它构成了一个无形的吸引力，就志同道合的朋友就一个出现。我觉得当时那种不为目的、不为成功而创作出来的歌曲，特别的美好。